我穿越成修仙世界里的废柴，寿元短短200载，遇见仅仅数百里。我乐了，连夜收拾包袱下山。在宗门他们都叫我废物，可山下的世界人们都称我上仙呢。归云宗是整个中原修仙界最有名的大宗门，千百年来飞升大能数位，门内弟子也各顶各地优秀，天赋高的10来年就能结出金丹，哪怕是资质平庸些的30-50年也能追上进度。唯独何风是个例外，掌门初见他觉得有些仙缘，便将他同6个小孩一起带回了归云宗。可入了门才发现，他身上少了半条灵根，修炼80载也依然突破不了筑基。同批进来的人都可以御剑绕中原30圈了，他还要飞行5分钟，休息1个时辰，妥妥的废柴。掌门早就想把他赶出山门，可人又好面子，怕被笑话说收个徒都能打眼，于是便默许其他弟子对他霸凌，想由此逼他自行离开。可何风偏偏是个犟种，觉得灰溜的走实在算不得体面，便莫名燃起一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夯劲儿，决定吊死在宗门，让掌门愧疚。不巧，我刚穿越成这个废柴。慢慢回顾着他这前80年的人生，心里多少有点绝望。资源是没有的，活儿是最累的，地位是不如狗的。再反复确认了，我不信萧不信夜不信灵后，我把头又伸回绳套里。天崩局，重开吧。伸了一半，转念一想，又默默退了出来。我这人吧，也好面儿。原身觉得下山不体面，这吊死的邋遢样，难道就体面了？我既然占了人家的身子，也算是缘分。连试都不试一下，就担了这废柴的名头，太不像我的风格了。富平县四面环山，近半年来被一只吃人的恶虎搅得不得安宁。县内无数热血儿郎，几次3番自发组队上山，发誓要铲平虎患。可无论去再多，都不是对手，几乎次次都是全军覆没。无奈之下，县令张榜悬赏白银1000两，求天下英雄好汉替富平县诛杀恶虎。他们当然不可能成功，那虎已然成妖，他们一群习武的怎么跟修仙的打？其实归云宗早就发布了除妖的任务，可一直没有弟子愿意见。倒不是那虎妖多强，主要是来这一趟半点油水也捞不到。打死了，充其量报个最下等的妖丹，长不了多少修为。驯服当灵兽，这物种在宗里都烂大街了，根本拿不出手。我在任务堂翻了许久，决定先接这个试试水。那虎妖不强，即使废柴如我，应该也能轻松拿下。说干就干，我带了全部身家法宝，连夜启程，直奔富平县县衙，豪气接榜。4-5个衙役立刻围了上来，毕恭毕敬地迎我进门。县令是个白胡子老头，长须长眉，精神头十足，连袍子都顾不得系，就冲上来拉住我的手：“少侠，可是你接了榜，愿意替我富平县去诛杀那恶虎？”他激动万分，连手都是抖的。那是自然，鄙人正是为此而来的。好好好，敢问少侠尊姓大名？师从何处？练的是哪个流派的武功？鄙人姓何，无门无派，梦中受高人指点，自创了一套武功。今日是我第一次出山。见我这么说，那老县令眼神暗淡下去，上下打量我一番，长长叹了口气：“何少侠有所不知，那猛虎非比寻常，如今恐怕吃了上百人。上一个牵头杀虎的是江湖榜上排名前10的刀客赵志寻大侠。可如今，哎，真不是老朽不信你，只是看少侠还年轻，前途光明，切莫急功近利，而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啊！”我微微一笑，偷偷在袖子里掐了个封诀，顿时堂内清风徐来，吹得我因为特意洗了2遍而白得发亮的长衣上下飞舞，显出几分仙风道骨的气质。众人面色一惊，堂外草木未动，堂内何处起风？再发现正是我处在那怪风中心时，眼睛更是瞪大了几分。果然山下还停留在低武水平，如此雕虫小技也能惹人惊叹。我承认我就是爱装，眼下这一出，让我这个在宗门备受歧视的废柴卡拉米内心无比满足。等我一击杀了那虎妖，还不吓死他们？到时候绝对能装个大的。见人设立的差不多了，我特意声音拔高了几分，在法诀的加持下显得高深莫测。我本红尘散客一个，待明日便去杀了那恶虎，还富平县太平。富平县不大，2个时辰后，我的名字就传遍了大街小巷，每个人都在议论，说县里来了位世外高人，这次定能除掉那恶虎。我刚走出落脚的客栈，身后咻的一声窜出个少年，径直朝我扑来。我侧身一躲，他扑了个空，没想到他又借势一滚，以单膝跪地的方式扯住了我的衣角。你就是大家说的那位大侠吧？俺叫李三，家住县东头的柳巷，上面还有2个哥哥，下面一个妹妹，俺们家。少年一身粗布衣长，全是补丁，身形矮小，皮肤黝黑，手上的茧子把我衣服都摸够了丝。他眼神清亮，神采奕奕，嘴上一刻不停地讲述着关于他的那些琐事。我听不下去了，打断他的喋喋不休：“小友，你找在下
究竟所谓何事？他挠挠头，欲言又止了半天，才继续开口：大侠，你说话怪那啥的，俺没读过书，听不太懂。我轻叹一声，换了种语气：你找我干啥？哦，他一拍脑门，恍然大悟，随即青涩一笑，扭捏的说道：也没啥要紧事，就俺也没见过什么大人物，所以想，大侠您要是不嫌弃，我带你逛逛。嗨，就这，不愧是孩子。正好我确实想趁着今天溜达溜达，便同意了他的提议。他走在我身边，连头都昂高了几分，神气十足，见有人过来，就拉着我，装作非常熟络的样子。我没有点破他的小心思，听着他一个个的介绍，哪个小摊的馄饨好吃，哪个铺子的老板实在，街头摆摊算命的老神棍根本算得不准。提起神棍算命，他突然话锋一转，说山中那老虎凶猛，偏要拉着我去神祠拜上一拜，求神仙保佑平安。我拗不过他，结果进了神祠，一抬头，嚯，全是熟面孔，连我那10年前刚飞升的武师叔都有了金身像，在祠里受着香火供奉。神祠人满为患，前一批还没走，后一批又涌了进来。李三拉着我在人群中窜来窜去，终于等到了一个空着的位置，自顾自地跪下，嘴里念念有词：各位神仙在上，求求你们保佑和大侠，这次一定能把那老虎杀了，保佑俺娘的病能好起来，保佑俺二哥今年能娶到媳妇，保佑小妹能转到喜欢的堂话。他说完又停顿了半晌，吞吞吐吐地补充了一句：也求你们保佑俺爹和大哥，希望他们也过得好。我听着奇怪，问他爹和大哥出了什么事。他笑着说没什么，可眼泪先一步流了出来，只好尴尬地抹了抹脸，难为情地低下头去。他说他家本是靠打猎为生的，半年前他爹进山，却再也没有回来，隔了好些日子才听说是山里出了吃人的恶虎，好多人因此殒命。他娘伤心过度，整日以泪洗面。他大哥为了让娘开心，主动集结了7、8个精壮的汉子，说要上山杀虎，替爹报仇。没想到也是有去无回。他娘自此一病不起，看病花光了积蓄，山上恶虎不除，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。和他家一样遭遇的，全县还有几10户。我不知如何安慰，只见他又一把拉住我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大侠，你明天带俺一起去杀老虎吧，大家伙恨透了那畜生。县老爷说你是个能人，就牵头要带大伙给你助阵。俺二哥也非要去，可我怕他出个3长2短，俺娘真的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了。求求您别带他，带俺去成不？俺个子小，但有的是力气。我看着这10来岁的孩子，心里五味杂陈，蹲下身子帮他擦了擦眼泪。你放心，我明天谁也不会带，就算拦不住，我也能保证大家都全虚全意的回来。大侠我一个人足以杀了那老虎，给所有枉死的人报仇。我看李三虽然点了点头，可明显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我的话，于是又悄悄在他耳边轻声道：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我是神仙，听到你们的愿望，特意下凡来帮你们的，区小老虎，怎么能奈何得了我？他错愕地抬起头：大侠，俺今年已经12岁了。言外之意，他以为我在哄小孩呢。我可没骗你，你看那尊最大的神像是我师叔祖，旁边那2个是我2师叔和5师叔。说罢，我又从怀里掏出张黄纸，叠了个纸鹤，一吹气，那纸鹤扑棱着翅膀悬停在我掌心。李三的表情由惊讶转成欣喜，立刻压低了声音问道：您真是神仙？神仙从不骗人。他终于破涕为笑，与我拉钩，说一定会替我保守秘密。我看着他的脸，听着来来往往的人焚香许愿，有人求富贵，有人求平安，有人求来年能风调雨顺，有人只求下一胎生个男孩，字字句句皆是人间疾苦，混着几缕青烟，悠悠飘散。可九重天上那群所谓的神仙，真的能听到这些话吗？为了避开人，我第2天一大早就出发了。其实我心里挺希望有人同去的，还能在众人面前装个大的。可毕竟答应了李三，虽然我不是真神仙，但多少还是有点契约精神。到时候直接把那老虎的脑袋往地下一扔，震撼效果也差不多。只是没想到，那群县令集结的人已经在进山的路上等着我了。呼啦啦来了20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李三的哥哥李二也在其中。大家手里有刀的提刀，没刀的就厨具农具齐上，满脸视死如归的样子。听说那70多岁的老县令也非要来，被衙役们好说歹说的劝住了。这些人中偏偏有一个与众不同，他看起来40多岁，右边的袖管空空荡荡，黝黑的皮肤上满是大大小小的斑痕。我能看出他并非修仙之人，周身却带着隐隐煞气。你就是那何少侠？他面色不善，轻轻瞟了我一眼，冷哼道：正是在下，敢问阁下是？赵志寻。听到名字，我想起他就是县令说过的那位江湖榜前10的刀客，先前带头杀虎，结果铩羽而归，想必这条断臂就是那妖虎的杰作。他不再多言，一双鹰似的眼睛上下扫视我几番，似乎想把我劈开看个透彻。我心烦，但没有理会，
朝其他人一抱拳：“诸位请回吧，区区恶虎和某一人便能诛杀，诸位同去只会徒增风险。”哼，好狂的后生，上个这么说的蠢货，坟头草都一人高了。赵志勋冷笑一声，又继续说道：“那老官说你有能耐，依我看不过是个会点戏法的莽夫。你若只是逞强或贪那点赏银，劝你趁早哪来的滚哪儿去。”赵大侠没见我出手就下结论，未免草率了吧？你既如此看不上我，不如咱俩过上几招。我沉下声音，偏头扫了他一眼，长剑出鞘，露出森森寒光，仙门的武器不知比他们的反铁高上几个档次。众人被剑气惊住了，只剩赵志勋神色未动。好剑，可惜赶上你这么个主子，正好就让我试试你到底几斤几两。说罢，他单手持刀，摆起架势。两位大侠犯不上，咱都是来为民除害的，可不兴内斗哦。见气氛如此剑拔弩张，那几个小伙子自分两边拉住了我和赵志勋，纷纷劝诫道：“呵，到时候你要敢拖我们后腿，我就先砍了你。赵大侠还是担心一下自己吧，你要真有本事，上次就把那虎杀了。我与那赵志勋算是结了梁子，互相看不顺眼，都顶着口气往山上走。同来的几位被夹在中间，站谁都不合适，只好两边跑地当和事佬。他们劝我说，赵志勋人其实不错，早些年上过战场，解甲归田后在江湖上闯出了名声。别看他长得凶，但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在县里人缘很好的。我叫他们不要再说好汉不提当年勇，等见了那虎，大家凭本事说话。对于我而言，循着妖气找到那恶虎并不是难事，只是越接近我越觉得不安。这妖气未免太强了一些，可不像是那任务堂写的只有1、2阶的水平。我其实有些恐惧，按照现在的形势看，真交上手，我不一定是他对手。虽然我手里捏了几张保命灵符，硬拼也有机会，可真犯不上为了个虎妖把资源都搭进去。毕竟我还是要回宗门的，本就分不到什么好东西的我，手上的资源肯定要省着点用。我想，实在打不过就跑吗？只是带了这么多人，若一同落险，肯定保不了所有人的性命。不如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地方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先过去看看。何少侠，我们不怕咱共进退，遇到点什么事还能有个照应，对咱一起走。几个热血的汉子目光炯炯，似乎完全会意错了我的意思。我刚想再劝，只听赵志勋又冷言道：“后生，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，我有预感，那畜生比我上次见他时更强了。当时我们30个人齐上都没伤他分毫。他说了一半，突然戛然而止。其他几人也瞬间变了脸色，紧抿嘴唇，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，冷汗顺着额头滑落。我感觉气氛不对，缓缓转身，正对上一双盆大的琥珀色眼睛。那虎妖身长数10丈，足像座小山，光是尾巴都有一人那么粗。此时正伏低身子，紧盯着我们的方向缓缓靠近，俨然是猫科动物狩猎时的姿态。他怎么会？一个汉子说话的声音都在打颤，另外几位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就算让他们现在快跑，恐怕都会因为腿软而摔在地上。赵志勋也面色一变，但至少还维持着大体上的稳重。我心道不妙，这畜生怕是吃人太多，妖力大增。若早几个月铲除还好，现在硬是放任他吃到了3阶以上的水平。你们走，我拖住他。我没多想，提剑便冲了过去。只要坚持到他们走远，我就2张遁地符逃走，到时候直接回归云宗班救兵。电光石火之间，那妖虎身上已经多了几10道剑伤，可只伤及皮肉，并未刺到根本，反而彻底将他激怒。吼一声虎啸，震得大地颤抖，鸟兽四散。他抬手就是一掌，幸亏我躲得及时，可身后的树就没那么幸运了，硬生生被拍成2截，轰然倒下。我借机反击，不成想那虎竟然使诈，朝我虚晃一掌，又猛地回身，将那铁鞭似的尾巴甩向了我。糟了！我自知躲不过，连忙调动灵力护住心脉要害，做好了硬扛这一下的准备。突然，就在那尾巴抽在我身上的前一刻，一道身影将我撞飞了出去，抱着我滚到旁边的草丛。来人竟是赵志勋，保护何少侠他能伤到那畜生。他噌地起身，举刀向天，眼神中似有火焰。循着他目光的方向，我这才发现所有人竟然没有一个逃跑。大伙跟我上，拖住这畜生，咱们的兵器伤不了他，必须给何少侠创造机会。今日若你我贪生怕死，他日这畜生下山，死的就是咱们的父母妻儿，咱们的兄弟姐妹，富平县的汉子，跟我上。言罢，赵志勋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坚定如炬，似乎在说别辜负我们的命。还未等我阻拦，他便义无反顾地持刀冲了上去。其他20几个人闻声，竟也循着他的脚步，挥着手里的武器往前冲。何少侠，我要是死了，告诉我闺女，他爹是个英雄，帮我照顾好我爹娘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啊啊啊！他们肯定怕极了，有人抑制不住的大哭，眼泪鼻涕甩得到处都是。
可谁也不曾后退。我瞬间想了很多，脑子从来没有转得这么快过。人有时真的很神奇，你若直接让他们去死，他们定不会去做；可你若告诉他们，他们身后保护的是家人，是众生，他们将为大义而死，会成为英雄，那即使这件事是飞蛾扑火，是以卵击石，他们也会哭着向前。我想，他们一定是疯了。我手里紧紧攥着保命符，该跑了。为了一群相见不足2个时辰的陌生人，不值得搭上仅有的法宝。天道无情，众生不过蝼蚁，生死自有定数。他们的命与我何干？去他娘的天道，去他娘的命！我虚空一指，定住众人的脚步，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就将他们甩到我的身后。我答应过一个小孩，你们谁都不会死。我飞身悬停于半空，沾了泥渍和血渍的白衣随风飘动，接着掏出袖中仅有的3张雷符，运转灵力，一齐丢向青天。顿时乌云压顶。那虎妖觉察不对，正欲闪躲，我岂会给他机会？右手御剑封住他的后路，左手又掏了张地灵符，束缚住他的四肢。轰轰轰，一连3道雷，直劈妖虎天灵盖。虽然只是低阶的法术，但足够让这畜生喝一壶的。顿时，一股烧焦的糊味弥漫开来。那虎不愧是靠吃人堆起了惊天妖力，脑袋都黑成炭了，还能昂起发出嘶吼，森森獠牙依然骇人。我自知不能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，召回剑迎着他的利爪劈砍下去。顿时血光四溅，如轿子一般大的头颅咕噜噜滚落在地。我甩了甩剑上的血迹，轻轻落在地上，身上的衣服早已辨不出原本的颜色，都不敢想此时的我样子是多么可怖。何少侠！我回过头，见其他人正呆若木鸡地看着我。林中一片死寂。过了半晌，有人率先回过味来，高喊一句：“是神仙，神仙怜悯苍生，助我们除掉恶虎天佑我富平县天佑我富平县六我如愿以偿。”装了个大的，名声被传得神乎其神。可以想到，花了几乎全部的身家法宝，才换来一颗3阶的下等妖丹，心里就疼得滴血。富平县的人听说我诛杀了恶虎，无不欢呼雀跃，自发地走上主街，场面比过年还要热闹。我骑着高头大马，胸带红花，起先还看不起我的赵志寻，此时也忘了先前的恩怨，明明没喝酒，却像是醉了3分，亲自牵马，昂首挺胸，走得步步生风，高声吆喝着我杀那虎妖时的情景。此番同去的人也是个个面上有光，高举着摊开足能铺满整个院子的虎皮，紧跟在马后。我默默俯瞰着路两边的百姓，有人欢喜，有人悲痛，有人笑着笑着又哭了出来，说神仙要早来几日，他们的亲人便不会死了。几个富户员外也听闻了消息，一个个火急火燎地捧着金银财宝，在家丁的护送下推开前排百姓，挤到人群第1排的位置。他们嘴里嚷嚷着神仙保佑，一边许愿，一边把珠宝钱财朝我扔来，像是对待许愿池的王八。我嫌聒噪，略施小法便封住了他们的嘴。至于那些凡人的货币，也与我无用，怎么丢来的就怎么丢了回去。那一个个2两重的银锭砸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才知道疼，连忙捂着脑袋逃窜。队伍原本的计划是带我游街1周，再返回县衙摆酒3天，以庆祝我铲除了祸害。可突然，一个女人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猝不及防地跪在队伍面前，哐哐2下就把额头磕出了血。神仙在上，民女张氏，求神仙救救我女儿吧！她衣衫都是最廉价的粗布麻料，又打满了补丁，但洗得干干净净，穿得妥帖。赵志寻在队伍最前端，眼疾手快地搀扶起张氏，没有驱赶，而是叹了口气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安抚了几句，可并没有效果。神仙民女愿付出一切代价，求您垂怜，救救她吧！她哭得声泪俱下，两侧的百姓开始窃窃私语，无不唉声叹气的感慨造化弄人。正僵持着，人群中又窜出个男人，一把拦住张氏，又忙朝着我拜了又拜。上仙我家婆娘也是一时心急，才冲撞了您，要是有冒犯的地方，千万求您不要怪罪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算罚，也请您罚我吧。他大抵是觉得道歉的不够诚恳，说话间又要带着妻子下跪。这回我反应得快，一闪便从马上瞬移到他身前，抬手扶住夫妻2人。谁说要罚你们了？你们慢慢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2人见我如是说，眼睛里瞬间有了光彩，激动到语无伦次，一边怕说多了招我嫌弃，一边又怕遗落了细节，结果半天也没能说清原委。我只好让他们先带路，带我先去瞧瞧他们闺女，再慢慢解释。上仙这一会儿再去也不迟啊，咱这么大队伍的人都等着跟你回去开席呢。后面举着虎皮的青年连忙叫住了我，还不等我张口，赵志寻便先一步说话了，和少侠一起，愿意为百姓排忧解难，咱们等在这儿便是了。自从杀了那虎妖，所有人都叫我神仙，唯独赵志寻还一如既往称我少侠，感觉倒是并不讨厌。不必等我，大家该吃吃该喝喝，我去就回。说罢，我便随那夫妻2人一同进了巷子。虽然叫了大家先走，可谁也不想错过亲眼见到神仙显灵的好机会。
一众百姓乌泱泱随我一同前往夫妻二人的家中。路上我才大致听懂事情的经过。徐勇和张平本是恩爱夫妻，成婚后育有一独女徐乐然。那姑娘原是个聪慧孩子，3岁识了签字，5岁入了学堂，8岁谈吐不输镇上的秀才。邻里无不夸赞，说她眉眼中有股灵气儿。虽是女儿身，但未来绝对会有一番作为。但意外突然发生了。徐乐然10岁那年，同窗几个孩子叫她一起到神祠祈福。去时好端端的姑娘，回来时竟莫名痴傻了，不仅不会说话，对任何事也都没了反应。夫妇2人难以接受事实。这些年来带着她寻医问药，花光了家产，也没能瞧出她得的什么怪病。又求神拜佛，但即使磕烂了脑袋，奉进了香火，也救不了她半分。2人认命了，好歹也是心头肉的闺女，决心不论如何了，也养她一辈子。可不成想，徐乐然的身体每况愈下，郎中断言说她活不过16岁。张平疯了，眼看闺女16岁生辰将至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虽心里对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神仙又惊又怕，但还是选择铤而走险，拦住了我的队伍。听完夫妇2人的描述，不知为何，我隐隐感到不安。等真见到躺在榻上奄奄一息徐乐然，我不由得皱起眉头。这姑娘3魂不全，7魄离体，如今还能保持肉体活着，到了这个年纪，可真算得上奇迹。神仙求您救救她吧，我们就这一个闺女，实在不行，您拿我的命换她的命成吗？张平说罢，哭着又要跪，又再次被我拦住，别动不动就跪，我也没说不救啊，我尽力试试。我轻点徐乐然的眉心，直接镀了一股真气给她，效果立竿见影，姑娘灰败的面颊瞬间有了血色，气息也平缓起来。众人还来不及撑起，只见她长睫毛微动，下一刻竟悠悠转醒。张平激动的差点昏了过去，徐勇也腿一软，差点瘫倒。嗨齐了齐了，神仙手一指，就把老徐家昏迷半年的病秧子治好了。挤在门口看到全过程的百姓不由得高呼，声浪一层接一层传递到了最后排，一时间人声鼎沸。我看着徐乐然失了焦的乌黑眸子，全然是具没有灵魂的空壳，心里知道我治不好他，这口真气顶进去，不过是勉强续上他2年阳寿罢了。我想说出实情，但看着他父母抱着他喜极而泣，喉咙里卡着的话就再也说不出口了。县令为我办的庆功宴十分热闹，桌上山珍海味一应俱全，百姓载歌载舞，欢聚一堂。但我心不在焉，脑子里全是徐乐然那空洞的眼神。好端端的姑娘去了趟神祠就缺了魂魄，很难不让人联想。我一时心烦，又不想扫了大家的心，便用了招金蝉脱壳，留了个分身在原地，本体准备寻个安静的地方慢慢思考。不成想刚一出门就踢到了个大物件，害我差点被绊得摔倒。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个蹲着的人。那人被我结结实实踢了一脚，倒也不恼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拱手行礼道：“这位小友可是仙门中的人？”我仔细打量起这人来，他看起来足有80岁，但精神气十足，周身隐隐透出极其微弱的灵力，不仔细看根本就察觉不到。身上穿的服饰与我宗门的常服有2分相似，可针脚粗糙，一看就是自己缝制的。我看不出他的跟脚，怕他是隐藏了实力的高人，便也摆出恭敬的样子，回了一礼：“正是，在下何风，师承归云宗，敢问前辈是？”不，前辈可不敢当我本一介凡人，偶然窥得半分天机，但终究不得修炼之法。现在在街上给人算命解卦，你叫我王轩就好。哦，是你啊！我点点头，恍然大悟。王轩见我如此反应，倒皱起眉头：“你认识我？”李三说：“城里有个算命不准的老神棍，就是你吧？”他一下就红温了，指着我嘴唇颤抖，你了半天也没骂出口，最后手无力一锤，叹了口气，说得对，我算不准啊。王轩与我攀谈起来，他说他年少时偶得半夜仙门遗落的残卷，阴差阳错学会了引灵气入体，本以为就此踏入仙途，哪想到起点就是终点。这大陆之上的灵气被修仙的名门正派带走了99分，剩下的1分才留给了万万千千的人妖鬼怪。可惜他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蹉跎了几十年岁月。他也想认命做个凡人，只可惜他这自己手缝的仙袍穿上容易脱下难，最后只能来到这富平县，凭着唯一会的一点仙法呀，给人算算命。我真羡慕你啊，有机缘也有本事，不像我呀，老天单给我看透一切的本事，却没教我解决问题的法术。我怎不知那吃人的是妖虎？我又怎不知那老徐家的姑娘丢了魂？可我又能做到了什么呢？王轩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。我哑然不知该如何安慰，过了半晌，才故作轻松地打趣了一句，想要转移话题：“朋友，你既然能看得这么清，咋还能落个算不准的老神棍的恶名呢？”唉，他摇了摇头，没再解释，只是又叹了口气道：“别怪我泼冷水，我知道你有心救那徐乐然，但即使是你，恐怕也没有办法。
我走过几百座城镇，同他一般遭遇的孩子没有上千也有几百了。夺了他魂魄的不是妖魔鬼怪，而是那九重天上。他突然哑住，嘴角噙血。若不是我施法护住他的心脉，怕是他今天就要交代在这了。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？这富平县的百姓敬我帮忙，不过举手之劳罢了。我嘴上说着安慰的话，心里却乱得很。果然如我猜想的那般，徐乐然的事与这漫天神仙有关。可我想不通，已然成了正果的神仙，要这魂魄做什么？况且就算知道这事是他们所做，以我的实力修到寿元境了，也绝无可能打得过他们，只能另寻他法。或许宗门里会有给人重铸魂魄的办法呢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辞行要回归云宗。众百姓舍不得我，说我为县里做了这么大的事，还没来得及好好招待我，便自发准备了干粮，又凑了银钱给我践行。反而先前叫得最欢的那群富户，此时倒是不见踪影了。我看着那些质朴的物资，摆了摆手，只说心意我领了，东西他们留着用就好。百姓一直目送我离开，等彻底看不到我遇见的身影，才陆陆续续的回归正常生活。不多时，我便回到了归云宗。门口安安静静，显得十分冷清。轮手的两个师兄昏昏欲睡，见我回来，嫌弃的撇了撇嘴：“你这废物，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活着浪费空气的玩意儿，还得烦我俩给你开门，等着。”说着，二人长长打了个哈欠，又伸了个懒腰，仔仔细细地理过了衣服，这才调转灵力，故意慢悠悠地打开了大门。宗门内修士来来往往，修为高的被众星捧月，修为均等的三三两两嬉笑着结伴行，只有我孤单一人。没人注意到我回来，就像当初没人注意到我离开一样。我来不及多想，直奔任务堂。记事的师兄抬了抬眼皮，咂着嘴鄙夷道：“耶，活着回来了？当初忘了提醒你，你那任务里的虎妖早就吃人吃得进了街，不过当时寻思你要是死了也好，算给宗门省资源了。”哈哈哈！他刺耳的笑声在空旷的堂内转了3圈，才渐渐平息。我咬牙捏起了拳头，原来你们早就知道那妖物害人性命，为什么等那么久也不出手？若不是我这次去了，你们还要放任他为非作歹吗？他似乎对我的质问很不满，横眉立目直起了身子。那不然呢？说到底，一群蝼蚁罢了，但凡赶上个大灾大疫，哪次不是几万几万的死？这不过是让妖吃了几个，瞧给你心疼的。难怪整个宗门你最没出息。他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瞬间将我揣在衣襟内侧的那枚妖丹收到手上，搓磨一番后，又冷笑道：“哼，我也明告诉你，当初盯着这任务的师兄弟不少，都打算把这虎妖养肥了再杀，哪想到让你个不明所以的废物提前给宰了，简直暴殄天物。得了，这垃圾你自己留完吧，上交了我们也嫌占地方。”说罢，他一抬手，将那妖丹连同几块灵石扔到地上，怒：“任务奖励，捡起来就滚吧！”妈的，我能受这气？虽然脑中的理智告诉我，以我宗门垫底的实力根本打不过对方，但身体还是先脑子一步做出了反应。那记事的师兄显然没想到我竟然会不自量力地发起攻击，慌忙调动灵力金光护体。轰！剑刃劈在金光罩的瞬间，爆发出一声巨响，以整个任务堂为中心传出去数百米远。我和他都一愣，紧接着只听咔嚓几声轻微的脆响，师兄的金光罩碎了。宗门是明令禁止私下内斗的，违反规定的，轻者罚灵石，重者逐出宗门。管事长老赶来得很快，几乎只用了午息时间，便带着一众弟子出现在任务堂内。没想到来的时候气势汹汹，扫视一周见到是我后，气没了大半，转眼恶狠狠地瞪了与我交手的师兄。我看你真是闲的，犯得着跟他交手自降身价？这些日子是不是疏于修炼了？金光罩都能被个废物打碎，丢人！师尊教育的是弟子刚刚轻敌了明天，不今天立刻马上就加练。他吓得立刻跪下磕头认错。我不服也不愿跪，可还没来得及理论，长老便冷哼一声，飘飘然地走了。从始至终都没拿正眼看过我一次。我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心里怄着口气，吐不出也咽不下。那师兄看着我的眼神愈发幽怨，但还是趁着起身，顺手捡起了刚刚被他丢在地上的东西，一把对进我怀里。走，今天遇到你，算我倒霉行了吧？不行，那你还想怎样？要不我再给你磕一个？我不要别的，你调金光护体，让我再打一次。不是，哥们，你有病吧？他连忙退开几步，眼角都在抽搐，脸上写满了你想死可别带上我。我没有理会他的拒绝，自顾自甩了甩长剑。刚刚两股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冲击，震得我手腕生疼。可刚刚那股从我身上爆发的力量，分明不属于我啊！不行，我必须再确认一次。我并没能如愿。那师兄怕被长老责罚，无论如何都不肯再与我交手，最后干脆甩了张缩的符盾走了。我再想找其他人切磋，也只能得到对方的不屑与鄙夷。无奈之下，
我只能找清静的地方，靠着一遍遍的真气运行周天，来探索这股莫名力量的源头。可一晃眼大几个月过去，我依然没有头绪。这股力量不是固定的，每天都会更强一分，甚至隐隐让尚未筑基的我跳过流程，有了结丹的迹象。比起兴奋，我心里更多的是恐惧。如此巨大且来源不明的力量，莫非是邪神作祟不成？那有没有可能，他会在未来的某天将我反噬呢？另一方面，我在找寻帮徐乐然的办法上也处处碰壁。归云宗的藏书阁是整个九州内最丰富的，可我近乎翻遍了所有典籍，也没找到任何能重铸魂魄的办法，反而查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修炼之法，说上古时期世间灵气充沛，人妖精怪均可修炼成仙。可人似乎在修炼这方面有天生的优势，其他种族历经艰险，搓磨百年才能开得灵智，人类生来就有。所以当时的那些修士很快发现，引天地间零散的灵气入体固然是个好的修炼法，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将这股力量转化到能为自身所用。于是他们找到了另一种更便捷更快速的方法，将其他种族已经转化好的灵力夺取过来，为己所用。可以说，现在宗门种灵草养灵兽就是这套修炼法演变过来的。只是当时的修士更加凶残一些，他们深知这天地间最适合修炼的便是人，呼吸吞吐之间便无意识地接纳了大量的灵，所以吃什么都不如直接吃人管用。我看书看得脊背发凉。当时那群修士尝试了上百种吃人的办法，熟制精造，流失太多营养，生食血肉又显得不太儒雅，那干脆不吃肉身，只吃神魂。他们又发现这人分三魂七魄，阳魂离体即死，那就吃了二魂七魄，留下阳魂半条。人会吃傻，但不会立刻死亡，他们既长了修为，又担不上杀人的因果。他们还研究出了许许多多的吃人法则，例如什么人该吃，什么人不该吃，什么年龄的最为进步，如何维持人的繁衍，让人能源源不断为他们提供食物。我不忍再看下去，颤抖着手默默烧了那本典籍。原来这世间妖吃人，神也吃人，只是神仙吃得更科学，更讲究，更不露痕迹罢了。我第一次对我的仙途产生了迷茫，心里想着大道无情，可又实在放不下那群无辜百姓，他们只是在努力活着，他们究竟有什么错呢？宗门所有人都笑我怜悯蝼蚁，笑我没出息，我无可反驳，至少我不想变得和那群吃人的神仙一样。但转念又一想，我可是个废物啊，我怎么配和他们一样？我在宗门又待了半年多时间，说到底，这归云宗也是灵气聚集之地，勤加修炼，再加上那股不明来源的力量，我很快便平稳跨过了筑基，接触金丹。现在的寿元超过500载，书中的妙法仙术也自学了七七八八，随便拉个同等级的修士，大抵有90%胜算。只是这一切无人可分享，分享了也无人在意。我依然是尽人皆知的宗门废材，仿佛多看我一眼就会沾染了晦气。我决定要彻底离开归云宗。神仙不管蝼蚁死活，我管。蝼蚁敬我如神，那我便去当他们的神。临走前，我将这些时间攒的灵石全部换成了宗门里最普通便宜的仙草，塞满了整整2个包袱。对于修士来说，这些都是用不上的垃圾，可对于普通凡人，这些就是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。我还手抄了一份炼气期的修炼秘法，准备给王轩带去。我与他聊得投缘，算是尽我所能助他一臂之力。正如我第一次离开那样，这次我依然走得悄无声息，只是现在的我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我便横穿了千城百州，直达富平县。我收了仙法，换了身粗布麻衣入城，想着先去寻一个住处。没想到刚进城没走100步，就立刻被认了出来。神仙，是您吗？您回来了，大家快来啊，保佑咱富平县的神仙回来了回来了。一声激起千层浪，街上所有目光齐聚过来，有人当即就要跪拜，直接被我一道法术隔空定住了身子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我和某人承蒙诸位的厚爱，此番回来便不走了，待我在城里寻个住处，有困难的便可来找我，能帮的我一定去帮，只是有一点，你们谁也不许归我，若执意不听的，就别怪我和某人生气了。百姓听过我的话后，窃窃私语起来，过了良久，才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，但行为仍然拘谨，不敢朝我靠得太近。我知道他们仍然怕我，不过没关系，可以慢慢来。嘿嘿，上仙回来了，老夫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上仙您。县令大抵是得到了消息，第一时间赶了过来，就如上次那样火急火燎，边跑边系官袍，许久未见，他精神气倒是更足了。大人近来可好？我看他格外亲切，笑着问道。他连忙摆了摆手，也笑了。上仙真是折杀我了，听闻您想寻个住处，正巧啊，上次您帮咱们县除了恶虎，又执意不要赏银，我便自作主张，用那笔钱在城里替您购置了套房产，还让全县人都记住位置，
寻思若您千百年后回来，到咱富平县能有地方歇个脚。我有些惊讶，这倒确实省了麻烦，连忙让他们带路。本以为充其量是个一进四合院，没想到足足是个3进的大宅，生活家具一应俱全。老县令还提议说，我既然打算在这里常住，便给我安排些丫鬟小厮，被我以不喜被人伺候为由，言辞拒绝了。我又问起他，那个在城里摆摊算命的王轩，此时在何处？我有东西要给他。他思索半天，才恍然大悟：哦，您说王半仙儿？他啊，早就死了。王轩在我走后的当天下午就死在了摊子上，据说死相很难看，面色乌青，七窍流血。可怪的是，如此惨状，却查不到死因。县里的仵作们忙活了几个月，也没能有个结果，最后只能将其归作悬案。县令说王轩还有些遗物，可他没有父母妻儿，也不知道老家在何地，只好将东西暂存在县衙。我将他们领了出来，不过一件手缝自制的仙袍，一个破旧签筒罢了。签筒有些特殊，外侧有个小机关，可以控制摇出胸签还是急签。我搞不懂王轩为什么这么做，江湖上用这手段的多半是图财，可他那副潦倒模样，怎么都不像是骗到过钱。另一件衣服没什么特殊，但仔细一摸，那里衣的夹层中似乎缝了一封信。打开一看，竟然是写给我的。信上说，他知道他寿元将近，那天才斗胆跟我说上几句，没想到报应来得比他想的还快。他很感谢我为他抄的炼气秘籍，可惜他没有福缘，这辈子是看不到了。他说我身上有大造化，一定会比他走得更远，但千万不要试图和神仙作对，他们在天上正盯着我们呢。我感到身上一阵恶寒，似乎真的有眼睛就悬在我的头上。当初本以为王轩只会些细枝末节的书法，现下看来，他至少在卜算方面造诣不浅，这让我愈发好奇起他那算命不准的恶名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。不过眼下来不及多想，我准备先去找一趟徐家夫妇。虽然之前回宗门没找到重塑神魂的办法，但我琢磨出了个野路子。凡这天地之间的万物，受灵气滋养者，便有机会超脱凡物，成妖成精成灵。徐乐然丢了2魂7魄，岂不是和那些无意识的植物一样？那不妨让他试试那些草木精灵的修炼之法，看看能不能博得一线生机。没想到还没出门，徐家夫妇就先一步带着徐乐然，拎着大包小包的吃食登门拜访。见到我，2人情绪瞬间又激动起来。上仙听说您回来了，这都是咱自己家做的酱菜和腊肉，不知道您吃不吃的习惯，之前咱家闺女承蒙您照顾了。乐然，快谢谢神仙。徐乐然眼神依然浑浊，没有半分反应，随着父母摆弄才能做些动作。别为难孩子了，2位找我有事直说就好了。我连忙拦住了他们。从这夫妇一进门，我就看出他们带着目的，但是大概又不方便直说，才拐弯抹角了这么久。他们为难地低下头去，欲言又止，对视半天，最后还是徐郎先开了口：上仙，我们想斗胆替这孩子向您求个机缘。他话刚说出口，就觉得不妥，立刻手忙脚乱地解释道：就是上仙您庇佑，保了这孩子一条性命，我们本不该再奢求什么，可是我们当父母的心里知道，这孩子痴傻怕是好不了了。眼下我和孩儿他娘身体还健康，能照顾他，可10年后100年后呢？我们注定要走在他前面的啊！他已然泣不成声，一手托着徐乐然，一手与娘子紧紧相握，抽噎着继续说道：若非万不得已，我们断不敢来劳烦上仙你。我们也想过替这孩子寻个夫君，以后有婆家庇佑。这孩子是傻的呀，我们把他当宝贝，落在别人手里，他就是个不会哭不会笑的物件了，我们怎么忍心呢？上仙，我们求你，如果未来我和他娘都不在了，只求您送他来找我们，求您别让他太痛苦。我倒是有些吃惊，他2人如此大费周折，只求这些吗？我还以为是要向我求更多，例如保徐乐然一世安稳，或是荣华富贵呢。不用多说了，先前我既然答应要救这孩子一条性命，自然是要帮到底的。之前本想去征得2位的同意，将这孩子送到我这一段时间，没想到2位倒是先来了。啊，上仙您说的当真吗？当然，神仙怎么会骗人呢？上仙，这大恩，我们怎么才能报答您呢？夫妇2人膝盖一软，差点跪下。想到我在街上的话，才勉强稳住身子，继续说道：神仙，先前您救我闺女的命，我们已无力回报，只好在家里供了您的画像，每日敬奉香火。此番更是大恩，我们回去砸锅卖铁也要攒些银两，替您塑金身供奉。我哭笑不得，我不是真神仙，哪里受得了他们的香火供奉？刚想摆摆手，叫他们不必再这么麻烦，却突然心里咯噔一下。香火，莫非我身上那股来源不明的力量，就是传说中的香火愿力？意识到香火可能就是我力量的来源时，我连忙叫徐家夫妇带我去看一看。果然，一进那供奉着我画像的房间，我便感受到了那股熟悉而强烈的力量，正顺着线香烧出的烟气朝我汇聚而来。据徐家夫妇说，先前我扫平虎患，就陷民于水火，
大几十户人家念着我的恩，却不知如何报答，便都自发地供奉起我的画像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难怪那些神仙要素经深受香火。这最廉价的线香汇聚出来的力量，都足以让我这样的废柴不费吹灰之力的连升2个大层级。那根本无法想象，这九州上千百座神祠，万万人每天焚香祈祷，会是多么强大的一股力量。我恍然大悟后，又觉得心中无限悲凉。这用香火之力的修炼，比吸食灵气还要强上100倍。可千年来，似乎从没有修仙者发现过这一点。可悲，可悲！我在富平县一住就是3年，起先镇民们怕我，仍然觉得我是高高在上、不染凡尘的神仙。可见我同他们一样，衣食住行并没有分别后，也就与我熟络起来。后来，我的大院里总是挤满了来祈求保佑的人，有的吃了药却依然久病不愈，有的家人远行不归，生死未卜，有的辛苦劳作，但总是收益甚微。我这才理解了王轩的苦衷。这些人所求之事，我甚至不用卜算，看一眼便知道全是大凶。但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呢？凡人太渺小了，在天地万物造化的车轮下被碾压着，被迫向前。该做的也都做了，剩下做不了的只能交给命运。我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他们坚持活着的支柱，亦或击碎他们希望的重锤。难怪王轩怎么算都算不准了。我拿出了那个机关签筒，摇出了一个又一个大吉。我笑着告诉久病的人，喝了我给的草药就能痊愈，造了幻想。告诉盼亲人平安的人，一切安好，分一丝灵力给耕者。告诉他们，辛劳一定会有回报。县里私下供奉我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的力量也日益变强。可惜我离开了宗门，没有比较，也不知自己修到什么程度。原先人满为患的神祠，逐渐变得冷冷清清。最先跳脚的，竟然是那群员外富户。据说多年前，他们梦中受了神仙的命令，替神仙们造神祠、塑金身。香火顺着青烟飘上九重天，香火钱通通落入富户们的口袋。我的出现断了他们的财路，他们看我就像是看杀父仇人一般。一场针对我的流言蜚语在县里流传开来，他们传我不过是会点江湖把戏的骗子，传我根本没有真本事。可百姓又不是傻子，我做的事他们看在眼里，流言不攻自破。见第一波诋毁不起效果，富户们又开始说我金屋藏娇，说我私下里与来求是的百姓有不可言说的龌龊勾当。我真是无语。虽然公道自在人心，根本没人相信这些话，但我属实不想就这么咽下这口气。污蔑我也就算了，他们这次竟然还为了抹黑我，去毁了别人的名声，真是下作。放任不管的话，以后他们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端。于是隔天，县里几大富户一同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病。这小病不致命，但就是钝刀子割肉，身上像是有千百只虫子在啃食一般。全城的郎中都将他们拒之门外。他们硬生生挨了2天，实在受不了了，但又不肯拉下面子来求我，就想方设法让家里的仆从遮得严严实实，避开众人的目光，来请我去上门医治。我直接扯开那些仆从的遮掩，当着院中所有百姓的面，让他们回去告诉他们的主子，想治病就亲自来求我，否则免谈。这场斗争最终以我的大获全胜宣布结束。几位富户熬不住了，跪在我的门前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忏悔。我等他们讲的差不多了，这才打开门，一拂袖便解了他们身上的束法。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先前这些人仗着自己有钱，在县里横行霸道，连县老爷都不放在眼里，欺男霸女，没少作恶。我如今也算是帮大家出了口恶气。我住在富平县的第4年，突发蝗灾，原本一片丰收之象的农田，一夜之间被啃食得干干净净，速度快到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出手。蝗灾后又是大旱，土地被晒得皲裂，种下的幼苗活不过3天，方圆10里连野草都枯黄的耷拉着。富平县的粮仓还够吃一段时间，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先前被我治过的富户们突然变得疯疯癫癫，他们白日里只穿着里衣，披头散发的聚在神祠门口乱跳，逢人便瞪着他们充了血的眼睛，嘶哑着声音吼叫。他们说天上的神仙生气了，这虫灾旱灾便是惩罚，要富平县的百姓杀了那个抢香火的野神，再为神祠的正神们多镀一层金身，以顶级檀香虔诚供奉3年，方可解除这惩罚。有了先前的教训，没人再相信他们几个的话。可隔天，这些人竟然离奇暴毙于神祠前，七窍流血，死不瞑目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百姓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犹豫，渐渐的不敢再来找我。他们自然是信我的，但县下农田颗粒无收也是事实，长此以往下去，早晚是要饿死人的。他们大抵也在迷茫，不知该选我还是9重天上的诸神。我怒气直顶天灵盖，这群狗娘养的可真是好手段，明明看不惯我，只要杀了我便是，但偏要拿无辜的百姓来开刀，警告他们忤逆神仙便是如此代价，同时也惩罚我。
妄图让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筑起的高台，被那些我帮助维护过的人亲手毁灭，倾尽一切，却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，真是杀人诛心。我甚至想象得到他们的嘴脸，一个个醉倒在瑶池，俯视着人间的我大笑，说你看看，蝼蚁就是蝼蚁，劣根难改。一股无力感自我心底油然而生。我倒是有心登上九重天，扒开那些神仙的胸膛，看看这群清高的混蛋到底还有没有心。可若我败了呢？或者说败才是必然的吧，到时候遭殃的还是这群无辜的百姓罢了。眼下若真能舍我一人保万民平安，我想这也是值得的吧。砰砰砰，粗暴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一开门来的竟然是赵志寻，脚边还放着一大坛酒。自我回复平县，虽偶尔会在街上碰见他，但仅仅是点头打个招呼的程度。这番他如此郑重的登门拜访，还是4年来头一遭。怎么，何大侠不欢迎我？站这么半天都不请我进去？我笑着双手环在胸前，挡住他的路。赵大侠前些年还称我少侠呢，怎么这次见还改口了？七，您今年几岁了呀？他说着挤开了我，大喇喇走进院里，自顾自在石桌前坐下。我拎起门口的酒，跟在他身后，反而像是来做客的。自从神祠出了事，这富平县的百姓便不再来找我了。你倒是不怕犯忌讳，是不是遇到了棘手的难事？他没搭理我，斟满2大碗酒，推了一碗给我。瞧你说的，我不过是得了坛好酒，拿来给你尝尝罢了。我只是笑笑，来我这里的人不可能无所求，何况还是这样久别之后的突然拜访。这赵志寻恐怕也只是故作矜持，等着几碗酒下肚，也就不拘着面子了。可直到他连灌3大碗烈酒，脸色通红，看着醉了9分，满口胡话的开始吹他当年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，我才信他好像真的只是来找我喝酒的。他说着说着，突然话锋一转，拍着我的肩膀，满口酒气道：老何啊，当年自打沙虎的那一战，我其实心里一直特佩服你，真的你厉害，也有本事，比我强太多了。老实跟你讲，我这人啊，最不信什么牛鬼蛇神的，就算真有，那天天坐在天上的混蛋，懂个屁的人间疾苦，他们能替咱办什么事？不过是换一句虚幻的保佑，凭什么让我供奉他们？最近县里的传言我也听说了，你啊，可千万别想不开，你这些年替县里办的事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我赵某人没本事，认死理，我不信那群狗屁神仙，就信你今天就给我句话，甭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，只要是为了咱富平县的百姓好，兄弟我便陪你一走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但还是摇了摇头，勉强摆出一丝微笑拒绝道：好意我心领了，可这毕竟不是儿戏，天上的神仙都是真的，若我孤家寡人一个，我拼了命也得去他们面前斗上一斗。可我现在身后是全县的百姓，我不能替他们做决定，更不能拿他们的命当儿戏。赵志寻听罢，砰的一掌拍在桌上，差点震碎了桌上的酒坛。你既然说了不替百姓做决定，那你倒是去听听百姓的意思啊！我这里现在没人敢来了，还不能说明大家的心意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这主心骨没支棱起来。他指着我大骂道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百姓又不傻，谁能带大伙吃饱饭过好日子，大伙就愿意跟谁干。但你现在畏首畏尾的，大家心里才没底啊！赵志寻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大伙的心意，蒋大伙见我意志消沉，但不敢来劝，他不怕，他把我当兄弟，这才愿意出这个头。我沉默良久，他说的没错，或许真是我太早放弃了，就这么连争都不争一下，就让那群神仙如愿，岂不显得我们太好欺负？我抄起桌上的酒，吨吨灌下去半坛，那酒着实的烈狠，火辣辣的灌入胃里，泛起一股暖意，连我都不由得醉了几分。哎，你别全喝了呀，我这坛子酒贵着呢。赵志寻来抢，我偏不给他，一闪身登上了桌子。放心吧，我以后短不了你酒喝，今儿个就由着我醉一次吧。当夜，我借着醉意拆了神祠，又推倒了神像。妈的狗神仙，你们一个个都给我等着的！我静静地坐在神祠的废墟上，看着天色一点点由暗转亮，县民们渐渐围了上来，默契的谁也没有说话，相互的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默默走到我身后的废墟上，协力清出来块空地。又有人从别处运来了泥巴，一众人七手八脚的，很快便筑起了新的神像。那赫然就是我的模样。所有人都沉默地给了我答案，一切都在不言中。我身上的香火愿力越来越强，如今的我大抵有了移山填海的能力。我扛着锄头下了农田，老农们满面愁容的看着颗粒无收的田地叹气，见我竟嗤的一声笑了。皇帝种地用的金锄头，您这样的神仙种地用的可是仙锄头？我也笑了，只是普通的锄头罢了。我乾坤一秀，装了万吨江水，灌溉了百里农田，散了灵力作为养料，地里很快便长出一茬绿苗，百姓们皆是欢呼雀跃，我反而忧心忡忡。过了这么些日子，上面的神仙依然没有其他动作，属实离奇。我愈发忙碌，白日与农民耕种，晚上也不敢休息，一边打坐静心修炼，一边盯着农田，生怕再遭一次蝗灾的报复。
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了1个月。百姓们心知我的愁苦，每家每户都出了一块布，制成一件百纳斗篷。凡间的布本没有法力，可这件神似丐帮 OACT 的斗篷却不知为何给了我超越一切法器的安全感。百姓敬我爱我，感恩我做的一切，我也同样感恩他们。若不是这全县的百姓，我一个废柴怎会走到今天的位置？我绝不能辜负大伙的期待，我不会让天上的载重伤他们半分。安稳的日子终究还是到头了，但来的不是那9重天上的神仙，反而是归云宗的众弟子。他们气势汹汹，看阵仗应该是全宗门的小辈都出动了。乌泱泱一群修仙的御剑伫立半空，俯瞰着整个富平县，从鼻孔发出不屑的哼笑。不过是个废物，领了群凡间蝼蚁，究竟哪来的胆量忤逆9重天上的师祖们啊？无知者无畏呗，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了。哎，就这么点小事，至于要把咱都喊出来？去，你懂什么嘛？现在这事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剿灭这群不听话的东西了。一来这废物是从咱宗门出来的，咱得拿出态度来，免得日后被别的小宗门蛐去。二来啊，天上的师祖们可气坏了，不打得他们神魂聚散，这事儿啊恐怕完不了。我站在城门外，他们的对话我听得一清二楚。我平静地抖落掉锄头上的泥土，别废话了，要打就赶紧，我下午还要去浇地呢。他们看着我的样子，腰都笑弯了。你的剑呢？你不会想拿把破锄头就跟我们打吧？还有你穿的这都什么啊？乞丐都比你体面，打你们还用得着剑？众修士的笑声戛然而止。等他们反应过来时，半数已经被拦腰斩断，站在正中间的几个侥幸保全了性命，但脸上身上早已被血浸满。不对，你不是何风，他明明是个废物的啊！所有人脸上都挂着惊恐，一时间连逃都忘了逃。不过也可能是知道逃也逃不掉吧，干脆放弃抵抗了。我怕那么多尸体掉在地上给县民们造成困扰，连忙扔了个包袱皮，把他们打包丢给了还活着的人，垃圾自己带走啊，顺便回去告诉那些什么长老掌门啥的，想杀我就亲自来，再拍炮灰的话我可不惯着了哦。我将锄头扛在肩上，潇洒转身朝城门阔步走去，心想这一下应该帅爆了。可转念我又感到一丝不安，毕竟脱离宗门太久，我不知道自己的实力究竟到了何等地步。虽然有信心碾压这些同辈，可真要拉出那些宗门老怪来，我还能否是他们的对手？可没办法，狠话已经放出去了，到时候硬着头皮也必须上。何风，你不学无术，背叛宗门，以邪法蛊惑万民，忤逆天界正神，如今还敢残害同门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？我等看在师徒一场，尽量给你个痛快。我偏头抬眼往身后看去，天边赫然出现了宗门里的诸位大能们，来得可真快啊！我心里盘算着，即使是大成期的修士，从归云宗御剑而来，也需要至少2炷香的时间。他们能如此迅速地出现在这里，想必刚刚就已经在了附近了。可为何等弟子都死了一批才愿意现身？呵，怕不是知道了我受香火长了修为，特意派炮灰来探我的底吧？真是鸡贼！好久不见啊，诸位师父师叔师祖们，这久别重逢，就给我送了这么多帽子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！我故作轻松地转回身来，心里没底。他们伫立天边，没有进一步动作，也在试探这场较量谁先动手谁输。哼，劝你不要不识抬举，若你现在愿意自裁，我们可以替你求情，放这城里百姓一条生路。说罢，天上的老几位释放出难以估量的威压，虽是对着我的，但连那几个还活着的弟子都受到了不小的震撼，一个个双腿颤抖，差点就要跪下了。我倒是没有特殊感觉，原来我已经强到如此地步了吗？可城中百姓却乱了套，他们不知力量的来源，只觉得胸闷气短，像是头上有数千斤的压力。不行，等不了了，这力量压在凡人身上，恐怕扛不住1炷香时间就要爆体而亡了。我一抬手，我的剑便穿云而来，随即飞身而起，放了个足以笼罩富平县的结界。果然还是蠢货，那群归云宗的老怪见我先出手，便也不再等待，纷纷祭出法器，一同向我攻来。我分了太多力量给结界，一时间觉得眼前竟是天罗地网，短暂的晃了下神。所有人都狞笑着看着我，以为我已经穷途末路，提前庆祝起我的失败。忽的金光一现，我的剑破开万千阻拦，瞬间削掉一个长老的脑袋。法器失了主人的控制，落在地，我正抓住这个空当，冲出了包围。仅此而已吗？局势倒转，那些人的笑僵在脸上，嘴角不受控制的抽动几下。我俯视着他们，正如他们当初像看垃圾一样看我。为什么？你不过是个偷香火的小贼，凭什么能？不等他说完，又一颗人头落地。没人敢再叫嚣了。这群道貌岸然的家伙顾不得形象，掏出了压箱底的遁地法宝，企图逃窜。我怎么会给他们机会？霎时间，惨叫声、求饶声一齐从天空传到地面。我知道我一定十分可怖，担心地上的百姓会不会被这些血腥的场景吓到，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不将他们赶尽杀绝，那未来遭殃的
肯定不止我和富平县的千万条性命。我的斗篷被风吹得猎猎作响，几百块不同的布料此时已分不清花色。天上突然闷雷滚滚，他们来了！我割下最后一人的脑袋，将他高举向苍天，用尽力气发出嘶喊：来啊！你们这群胆小鬼，有什么招式尽管放马过来，不是瞧不起蝼蚁吗？你们还有你们的走狗，我这个蝼蚁今天杀定了！云层剧烈的翻涌起来，不消片刻，就凝成张似乎比整个富平县还要大的一张脸。仔细一看，这张大脸又是由无数张小脸拼凑而成的。我头皮发麻，从我的位置，不论往上下左右看，这张巨脸都看不到尽头，压得我有些窒息。数不清的眼睛从四面八方盯向我，咧开嘴露出了森森白牙，上百种不同的声音齐齐汇成一句话：何风，你做得很好，现在我们允许你成仙了。我懵了，什么叫允许我成仙？可还来不及细想，一道金光将我周身包裹，冷得刺骨。无数的声音像蚊子似的萦绕耳边，眼前闪过的走马灯并非我的人生，而是这大千世界数万年的演化。我目眩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大脑因为涌入了太多信息而几近停滞。我不会要死了吧？濒死之际，一切终于停了下来。我重重摔在地上，但感觉不到任何疼痛。努力变了变周身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，衣襟被冷汗浸透。我像是身处一个密闭的圆柱形大殿，四周金碧辉煌，以我为中心，镶满珠宝的墙面无限向上延伸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更可怕的是，墙面上被掏了无数个小洞，每个洞里都端坐着一人，皆是白衣飘飘，身上因巨量的灵气汇聚，隐隐散发出流光。仔细看这些人的面孔，不正是刚刚那云上的一张张脸吗？何风，你修炼刻苦，心怀大义，如今功德圆满，特准你飞升上界，与我等同享人间供奉。带着回音的声音自遥远的上方缓缓传来，根本不见说话的人。周遭离得近的开始鼓掌为我庆贺，挂在脸上的那抹笑容像是一个模板刻出来的。不对，这不对，这是九中天。你们就是那所谓的神仙。何风，如今你已封神，还不跪下谢恩？那声音无悲无喜，平淡中带着威慑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又举起了剑，指着头顶那声音传来的方向。有人大惊，连忙劝我：哎呦，你就别问了，这么天大的机缘，接下就是了。我直接冲上去一剑封喉，那神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错愕地倒了下去。顿时一股灵气从他身上四散开来，但很快就被周围的其他人瓜分吸收掉了。我再问一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此时的我已然稳住了心智，环顾四周，随意指了个神仙。他哆哆嗦嗦，半天没说出一句，随后也被我杀了。我没有耐心，你们一直不说，我就一路杀上去，看谁怕死。我一连杀了一圈，底层的几乎被我杀完了。有想反抗的，但实力也与我相差太多，终究成了我剑下的亡魂。就在我准备再杀第二圈时，天上的那道声音又开口了。他想知道就告诉他吧。我明显听到周遭的神仙都松了口气，看来他们也不是不想说，单单不敢罢了。我又指向了一个神仙，这终于得到了回应。他说从第一位至高神飞升以来，世间早过了数十个万年，后人循着前人的修炼秘法开宗立派，每过千载便会有新人飞升。如今下界的宗门逐渐垄断了修仙的资源，有天赋的人内部配种，生下来的孩子继承天赋，演变了几代后，能飞升的概率大大增加。长此以往下去，天界早晚人满为患。他们迫切需要打破现在的局面，但又不想承担动手杀人的因果，便在下界想寻一个替他们做脏活的人。那个人就是我。其实他们找了不止一个，广撒网似的在下界放置些妖魔鬼怪，亦或扔下半卷修炼残页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个有缘人。可惜那些人都因为各种原因失败了。历经千年，我是唯一做到的人。周围的神仙们赞颂我，恭喜我，而层层往上，离我越远的神仙越没有任何情绪。我咬着牙，双手颤抖，自到了这个世界起，还从未感受过如此的愤怒。我质问那几个从归云宗飞升的熟面孔，引着我去杀那些曾经的师兄弟们，心里真的没有半分愧疚吗？他们只答：天道谁能说清？那些死了的，全当没造化。我又问其他人，为了挑选我这颗棋子，为人间降下诸多灾祸，于心何忍？他们笑说，人间本就该疾苦，不然如何衬托神界极乐？若蝼蚁都能轻易幸福，何必要历经万苦的修仙？我笑了，万万没想到心中悲凉竟是靠着笑声释放出来的。真相你也知道了，快趁着上神没生气，赶紧跪下受封啊！这宁当凤尾不当鸡头的道理，你肯定懂。成了神，就能光明正大的受人间香火了。周围有神小声劝我，我不禁冷笑，我今天就算是跪了，又能怎样？等着下个万年后，另一个何风来，再把我杀掉吗？你们这群坐在下层的，难道没发现我杀了这么多神仙？那所谓的上神可出手拦过？我是棋子，你们谁又不是？一句话，
刚刚七嘴八舌劝我的声音全都消失了，大堂内静得出奇。还有，你们口口声声说不想单杀人的因果，你们倒是也没少杀啊！不管是王轩还是那群富户，你们敢说不是你们的手笔？人不是我们杀的，我们只是塞了股灵气给他们，这叫大机缘，他们受不住，爆体而亡了，这叫没造化。我一剑斩了狡辩的人，质问道：那些丢了神魂的孩子们呢？你们敢说没进你们的肚子？下层的众神沉默了。我刚想再问一遍，只听那最开始平静的声音缓缓传来：应是怪不得他们，下界蝼蚁只有那么多，香火愿力也是有限的，那些新飞升的，即使塑了金身，也分不到多少香火，只能靠着这样的办法了。我抬眼向上，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骂道：香火怎会有限？万万人每日都在供奉，这难道供不起你在座的诸位神仙？香火无限，可人的气运有限。我被这句没头没尾的话搞得摸不着头脑，愣了半晌才忽地反应过来，香只是载体，真正被献祭的是奉香人的气运，难怪了，难怪富平县人人气运都如此差，难怪我每次卜算都是大凶。说得通了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这群阿扎的神自诩高高在上，一边嫌弃着蝼蚁卑微，一边又将蝼蚁反复碾压，榨干了所有价值。所谓神界极乐，不过是把本该属于人间的一切都占为己有罢了。真该死啊！我们这些受过香火的，每一个都该死啊！我握紧了长剑，再次指向头顶的天。我不知道我能走多远，但既然知了真相，我便不能再坐视不管。我要砍下这诸神的头颅，我要还这世界一片朗朗青天。话说这和尚仙心怀大义，为民除害，斩了欺压咱富平县百姓的恶神，终是得到了天界正神的认可，遁光而行，飞升上界。片刻间，一场大雨倾盆而下，结束了那场旷日持久的大旱。自此，富平县再没有过灾难恶疫，人人安居乐业，全县都跟着富饶起来。说书先生啪的一拍金堂木，宣告了这段故事的结束。等等，这就没了？几个挤在茶馆外偷听的小孩不满道：那和尚仙要是真这么神，为何咱富平县见不到供奉他的祠堂？说书先生咳了两声，尴尬道：据说当时的人都传颂他的功绩，自发要为他塑金身供奉。可离奇的是，原先的泥身祠莫名其妙的坍塌了，门口还写着几个大字：人即是神，凡事内求于己，切莫外求。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当然，这只是个故事，从我师傅的师傅的师傅就在讲，至于这故事是真是假，根本没人知道。切，真没意思。几个小孩撇撇嘴，一溜烟的跑掉了。刚跑出几步，突然被巷子里的一个声音叫住：嘿，小孩想不想听那和尚先飞到上界之后的故事？哦，之后发生了什么？几个小孩循声望去，发现声音的主人是一个身着翠色劲装的姑娘，颇有江湖女侠的飒爽味道。最让人难忘的是她那一双杏眼，神采奕奕，像是有灵气在其中流转。和尚先飞升上界，发现所谓神仙不过一群无耻之徒，一怒之下杀穿了九重天，可他能力终究有限，杀到那最后一位上神面前时，耗尽了全部力气，只得用剑撑起了身子，一步一晃的朝着那上神走去。那神俯视他，笑他真是痴傻，本有机会永享极乐，却为了一群蝼蚁搭上性命。说罢，一掌贯穿了他的身体。那和尚仙突狂笑起来，死死抓住那贯穿了他身体的手臂，轻声说了句：是我赢了。接着只听砰的一声，几个小孩被吓了一跳，缓了缓神，又忙问道：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那坏蛋死了没有？和尚仙还活着吗？那姑娘叹了口气，惆怅道：如今这世间灵气充盈，我想那坏人一定是死了的。至于和尚仙嘛，他肉体覆灭，天魂也毁了，空余地人二魂飘落到凡间，正巧被一个姑娘捡去了。那姑娘后来继承了他的意志，替他行走人间。那几个小孩瞪大了眼睛，不可思议地问道：咦，那这么说的话，这世界岂不是没有神仙了？传说里都说神仙掌管着世界的日升月落，风云雨雪，庇佑万民安康。如果神仙都死了，还有谁在做这些？姑娘笑着摸了摸几个孩子的头，缓缓解释道：我的救命恩人说过，日升月落乃是这宇宙运行的规律，气象变迁亦是如此，是那群自诩神仙的人将这一切功劳据为己有。这世界啊，根本就不该有神仙，与其相信他们，不如相信科学。科学？那是什么？小孩们摸不着头脑，再想提问，眼前什么人都没了，只剩天际一道身影，愈渐渐行渐远。